我的频道 monetize 了，可以赚钱了。然后我在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达到了1000个 subscriber， 然后4000个观看小时，耶，成功！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星绕地球，这里是星星。然后今天给大家看这么美丽的海景，然后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那个新手上路的问题。因为我的视频，先达到了第一个 milestone， 达到了那个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从认真做以来，达到了1000个 subscriber， 然后呢4000个小时的播放量，然后可以够资格加入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可以开始 monetize 和赚钱了。所以说呢，这里也想给大家来一个小小的小结。然后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说听说我开始做 YouTube 以来，然后说他们也想做 YouTube， 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我想在这里把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经验和一些经历吧，就谈不上是经验，把这些经历就是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用。所以这期视频就是给新手上路的一个经历的分享吧。然后呢，第一点，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的是，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做那个 YouTube 的话，想起号的话，起号前呢，就是最好是先看看有经验博主的那个教学视频，就说不要一开始就闭着眼睛瞎做。那其实这样的话可能会走弯路，我就是建议在新手在开始拍视频之前呢，先多看几个就是做得好的博主的那个分享的新手入门的这样的一些教学视频。例如说你可以提前了解 YouTube Studio 的后台如何去设置，然后每一个视频上传时呢所需要注意的关键步骤，例如说缩略图、标题，然后关键词描述 tags 这些，还有你的发布的时间，就说这些都是你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设置就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浪费很多时间之后才发现，哎，怎么流量上不去，再倒回去看啊怎么回事，再去调整，那其实就会浪费你的时间。然后第二呢，当你就是学会了后台的设置之后呢，就可以开始那个尝试发布视频了，也就是试水拍片，然后呢找到你自己的赛道。其实我是建议呢，就是刚开始的新手呢，就是说除非你本来就是术业有专攻，你知道自己具体做哪个方向，那其实最开始的新手呢，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先在你的自己觉得 comfortable 的区域里面，或者说顺手的去尝试拍几种不同类型的内容，然后观察一下，就是哪些内容呢，哪些类型呢，你拍的比较顺，然后呢观众的反馈也比较不错，然后呢你再往这个方向呢去持续的出片。那最初呢，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就像你的发布时间，然后像你的视频的内容，在你最初尝试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那么严格。因为我看过有的那个博主就是说你的视频，然后就是必须要精准的在每一周哪个时间发布，或者一周发几次，你的赛道你的内容必须非常的精准。但是其实我觉得 YouTube 其实是允许你作为初期去摸索和尝试的，然后它并不会毁掉你的频道。但是呢，你的中后期当你找准方向之后，一阵摸索之后，你中后期就是要逐渐的固定方向，这样呢 YouTube 的算法呢才知道你的视频呢应该推给哪些用户，这个对于你视频的流量是非常重要的。像其实为什么我说其实 YouTube 没有这么的严格，就说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其实我最初我的视频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就是拍自己的买房卖房经历，然后又拍了去旅行的，然后又去吃东西，去探店的，然后其实也有打枪的，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粉丝数也不高，然后他那个视频的流量也不怎么样。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甚至于几个月都没有出片，因为忙起来的话就很烦，但是我的频道也没有死掉。所以说在我最后就是大概1个月之前，然后我有了一些空闲，然后我就静下心来研究自己的方向，然后在找到了自己的赛道之后呢，其实仅凭2个视频，然后它的流量就上去了，就达到了 YouTube 的那个合作伙伴的计划的那个规格，就是1000个订阅数，4000个播放时长，就可以开始 monetize 用广告赚钱了。所以说在最初
初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舒适圈里，在你擅长的领域，有一个各个方向的一个尝试，看数据之后再判断一下你什么是你最擅长的，观众最买单的领域是哪一个，然后你再按照这个领域去精准的发展，这样的话 YouTube 才知道你的受众群是什么，它才可以帮你更精准的去推送，然后增加你视频的曝光度。然后呢，第3点呢，就是给大家开始试水拍片后的那个心理做一下建设。然后如果你的视频没有一炮而红呢，千万不要灰心。然后因为就是大多数普通人都不会一炮而红的，除非你做的是那种极具价值或者极具冲突性的话题，例如说你就住在那个战火纷飞的一个对外封锁的地区，然后你报道的是当地的一些极具就是话题度和冲突性大家都非常好奇，但平时日常生活中又看不到的一些话题，那你的视频可能出几个你就100万粉丝了。但是其实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做视频都基本上都不会一炮而红。所以说就说大家需要有一定的耐性去找到自己对的赛道。然后因为我自己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也是就说也不确定自己的赛道，我的视频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我的第一个视频就是随便丢的一个，也有几百上千人看，就说可能听我朋友就过来人讲，就有的视频就新手上路，有的时候第一个视频可能都没人看，或只有几十个人的浏览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灰心。因为其实我最初的时候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1个月更新一次，有的时候几个月更新一次，那个时候题材也乱，然后呢也没有用心做，那个时候我的粉丝也只有300。但是呢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在1个月之前，当我把房子都卖了搬出来，然后比较安顿一点的时候，我有开始认真的去研究一下我视频的内容策略，然后从房地产投资、个人理财入手，我就只用了2个高流量的视频和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就实现了我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就是 monetize 的这个目标，就达到了那个订阅1000，然后观看时长超过4000个小时，加入了那个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开启了广告收入。然后所以说我是想在这里呢，就第3点其实是想给刚开始想做视频的新手了给一个精神的鼓励，就是说YouTube 呢不仅仅纯靠运气，我觉得 YouTube 还是有经验和那个策略和积累是可以去遵循的。所以说大家慢慢的去认真的做，我觉得 YouTube 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平台，我觉得只要你认真做，找准自己的方向，你是慢慢的积累，你都可以有成功，你的付出是可以有回报的，它不仅仅是纯靠运气就天上砸馅饼。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加油，不要害怕尝试。然后呢，第4点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做内容。对于新手想做视频的人来说，就说有一个捷径，如果说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 create 一个完全原创的话题的话，捷径就是模仿融合变成自己。因为不管你想做哪一类视频，然后最聪明的方法其实就是先模仿成功者，可以先去那个研究一下你的目标频道、目标领域，就是哪些做得好的频道，然后他们的爆款视频是做了什么，再结合你的个人特色，看看能不能换一个形式，带上你自己的风格，然后去做一下类似的话题。然后呢，初期就可以这样适当的借力打力，把他们的爆款思路呢改编成你的内容，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个人特色，打上你自己的 logo、语言风格、镜头语言等等，就是相当于把它变成了你自己的内容，这样去说。那这是我教大家的一个，其实并不是说鼓励大家都是去抄袭别人，并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如果说你在最初你如果想成功有一个捷径，那么其实就是初期可以这样的进行一个就说适当的借力打力，把别人的爆款的思路改编成你的内容，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的视频更快的崭头露角，然后让你的视频更快的能够就是被别人看到。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把你自己的频道做强做大呢，你还是需要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内容 IP 和风格，就是说你不可能永远去抄袭别人和借鉴别人，你还是要做出你自己的内容。我只是说在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以借这样的力，站在浪尖上你可以被推得更高，但是最后你想飞得更高的话，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讲到这里呢，然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在做 YouTube 的初期
期就是新手特别容易出错的2个地方。第一个问题就是 copyright 版权的问题，因为很多新手有时候上传的视频呢，虽然那个视频的播放量不错，但是却没有办法赚钱，原因就是版权红标。像我的视频，然后我之前可能差不多也有大概十来个视频吧，然后到我参加那个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然后可以开始赚钱之后，我就发现呢，我的有一些我的视频呢，有些是绿标就是 YouTube 在你这个视频上放广告是没有限制的，你这个视频是完全可以赚钱的。但有几个视频就是我以前去 travel 的那些 vlog， 然后它就是红标，它就完全不能播放广告。为什么？就是 copyright， 因为我可能在剪辑的时候就不小心用到了那个有 copyright 的那个背景音乐，或者说是那个我的视频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我希望今天的背景音乐不要有 copyright， 不然的话我整个视频都不能上传了。所以说就说可能我当时录视频的时候路过了哪里，然后那里正在放的 pop music 是现在有 copyright 的，所以那整个视频都会被影响，然后你就红标不能够播视频。这里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 copyright 的问题，因为有的视频即使播放量不错，但是你将来发现达到 YouTube 合作者计划之后，你的视频却不能上广告，不能赚钱，就是因为这个背景音乐的版权问题。那轻则呢，就是你单个的视频呢不能变现，那重则就是整个你的频道受到限制，甚至于被警告。所以呢，特别再次提醒小伙伴们注意一下，就是你们在做 YouTube 视频的时候，你们的背景音乐必须是 YouTube 允许商业使用的音乐，然后不要用热门音乐，哪怕是你只是在街上拍摄时候路过，然后当时正在播的音乐，就在街上正在播的音乐被录入你的视频，你也要注意。若是被剪进的视频，那也是可能会触发版权的问题。所以说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你的视频上传的时候，如果看到有 copyright restriction 这样的个 YouTube 的一个提示的话，就建议你不要发布，然后建议你先下架修改，然后再发布。在这里呢，推荐小伙伴们剪辑的时候呢，音乐可以用那个 YouTube 的自带的无版权音乐库，例如呢 YouTube Audio Library 或者说是 Artlist 这些。然后呢，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你的视频分类，就是你的 category 的设置。category 呢，其实你可以在视频的 YouTube Studio 给整个频道设置你的 category， 然后呢，也可以单独的给你的每一个频道设置 category。这个 category 的设置影响非常大，因为它不仅影响 YouTube 的算法，将你的视频推向给什么样的观众，然后呢，它还影响你的未来的广告收入的单价，也就是那个 RPM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从我的视频最近可以开始有广告收益之后发现的，它就是1000个 view 给你多少钱。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视频，怎么那个最初1000个 view 是0.08美金，后来又变成10几美金。然后它的那个根据你视频的那个 category 的不同，它其实的那个广告的单价，就是1000个 view 的广告收入的单价，那个 RPM 是不一样的。然后举例说，就是像 education， 就是说教育类的视频，它的那个通常的那个 RPM 它的那个收入是较高的，它可以是十几美金以上。那例如像搞笑类的 entertainment 呀，或者说是日常的 vlog 类的，它的 RPM 就会比较的偏低。所以说当你选择 category 的时候呢，需要结合你的那个内容的方向做出那个战略性的去判断。那如果说你的视频其实拍摄视频是为了以赚钱为目的的话，那你要考虑你将来的广告收益，那么你就要看你的视频究竟是往哪个方向走，是更适合你，当然也是更对于广告收入是更加的有利的。那其实是如果说你但是在这个中间它也是有 trick 的，例如说像我之前做那个，有的时候你做旅游啊生活类，就很多是旅游生活博主，那旅游生活类的博主其实你在单个视频的 category 上面，它其实有2种选择，你可以既选择是做 people vlog， 也可以把它选择是 travel event。像我以前就是选择 travel and event， 但后来我研究发现了一下 travel and event 它的广告收益其实是非常低的。它这种一般是类似于像那种真正的那种就是说城市推荐旅游频道，或者说那种类似于 advertisement 的那种东西，就非常专业性的话题，好像你选那个会比较好，而且它的广告收益是偏低的。一般是做这样频道的人都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就是这种像旅游项目啊，或者什么样当地的旅游政策啊
什么的，他其实是不在乎广告收益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个人的博主，想做日常的那个旅游生活类的分享的话，那其实我建议你是选择 people and blog not vlog sorry 这样的视频呢 YouTube 给你的广告就是给你投放的广告的类别会有一些会跟那个 travel and event 不一样，它的广告单价会高一些。所以呢，大家在选择自己频道的 category 和单个视频的 category 的时候呢，可以结合你自己的内容方向做出策略性的判断，然后选哪个 category 对你的频道更有利。然后讲到这里呢，然后我还想延伸讲一下这个广告收入的问题。当我的频道可以开始被投放广告和每个单支视频可以有广告收益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每个单独的视频下面你会看到一个 dollar 的标志，它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甚至有的是黄的。然后呢，绿的就表示你的这个视频呢它是没有任何广告的 restriction 的，然后 YouTube 可以在上面投放广告，你这个视频是完全可以得到全额的那个广告收益的。那有的视频呢，就是有的视频下面就是一个红色的 dollar， 就说明上这个视频呢它是完全不能投放广告的，那它可能就是因为触犯了 copyright 的问题，这整支视频就是一个红标，它不能有任何的广告收益。那么还有我的一些视频上面是黄标，然后那个视频呢就很奇特，那就可能是当时我的一两个就是跟枪械跟枪支相关的视频，然后那个下面就是黄标，那就是你可以投放广告，但是呢它是受限制的，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单次的视频呢，你触犯的一些你的画面也好，你的内容也好，触犯的一些比较 YouTube 比较敏感的话题，例如说政治类的跟枪支相关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么 YouTube 呢可能就会把你这个单支的视频呢归为就是带有敏感话题，所以说你的广告就是受限的，然后就是黄标，那么它可能广告的收益就几乎没有，即使它能所谓的投放一些受限的广告，那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就跟红标其实差不多。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看你的做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说分享你想分享的内容，实现一些自己的满足价值，或者说呢你是需要追求经济的利益。那如果说你要追求经济利益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在做视频之前呢，就研究好你的赛道，要搞清楚哪个赛道更适合于你将来的目标。像有的敏感的话题，有可能会导致你的广告收益的单价偏低，就每1000个浏览量，你的收益可能是只有0.0几，很低。所以说它会很严重的影响到你未来的经济收入。所以说这一点小朋友们也可以注意。为什么我会把这些单独的拿出来细讲呢？是因为这些是可能对于以前我看到一些频道给大家介绍经验所没有谈到的东西，然后而我自身又体会到我觉得对大家很重要的东西，把它分享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用有利。那么这一期视频呢，我就跟大家主要讲了讲就是我的达到第一个 milestone 的一些体验和一些经验。然后大家如果对于这些我自己就是实践摸索出来，就是在我做频道的过程中实践摸索出来的这些小技巧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给我的视频留言，那我以后再单独出一些详尽的视频去讲我这些小小的技巧，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把视频做起来，然后达到你可以赚钱的目标。那么也谢谢大家支持我到现在，那希望我将来能够出更好的视频，然后把自己的视频呢逐渐的做大，然后也希望大家陪我一起见证。然后所以说您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对我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谢谢。OK 啦，那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这里是星星，咱们下期见啦，拜拜。然后接下来就欣赏美景和美食啦，看这里的景色是不是很美啊？这是我住的附近马里布，特别漂亮。这家餐厅叫做马里布 Farm Restaurant， 今天带大家到这里来看看，也给自己一个奖励，耶！